哎，我想问一下哦，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觉？就是说，明明睡很久了，但是白天还是精神不太好，哦，对啊，这个很多人都有经验。或者是晚上躺在床上，哎，反而脑袋特别清楚，睡不着。这可能跟你接触的光线有关系哦。光线，你是说像灯光或者太阳光这种？对，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眼睛怎么去感知光线，然后这个光线又是怎么去设定我们的睡眠。听起来很有趣。而且啊，你会发现这个科学上的发现，竟然跟那个古老的圣经里面讲到的光啊、秩序啊，还有修饰，诶有很深的关系诶。哇，真的假的？科学跟信仰可以连在一起？我们来梳理看看，你就知道了。好啊，那我们先从哪边开始？我们先来看哦，我们身体那个想睡、想醒的感觉，主要有两个东西在控制，一个是所谓的睡眠压力。睡眠压力，那是什么？简单讲，你醒着越久，大脑里面会累积一种叫做腺苷的化学物质，累积越多，你就越想睡。哦，像那个咖啡因，听说就是挡住这个腺苷。没错，没错，它就是暂时让你感觉不到累。但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角色，更厉害的，就是我们的生理时钟，也就是那个所谓的昼夜节律。这个时钟才真正决定你大概什么时候会想睡，什么时候精神最好。这个生理时钟，哎，那他怎么知道现在是几点？关键就在光线，特别是早上的太阳光。早上的太阳光，对，我们眼睛里面呢，除了看东西的细胞，还有一些很特别的细胞，叫做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他们不是用来看东西的吗？不是哦，它们的主要工作是侦测环境光线，尤其是那个日出的时候那种特定角度，还有蓝光跟黄光组合的自然光。这么厉害？侦测到之后啊，他们会马上送讯号到我们大脑里面一个叫做视交叉上核，简称 SCN 的地方。SCN 那是什么？那个就是我们生理时钟的总部啦，像每天早上帮你的身体对时一样。哇，所以眼睛不只是看，还能帮身体校准时间呢。这个步骤很重要吧？超级重要。这个早上的光线讯号一来哦，不只会让你分泌那个皮质醇，就是让你比较清醒的荷尔蒙。嗯哼，更关键的是，它会启动一个差不多12到14小时的计时器。计时器做什么的？它在预告身体，差不多12个小时后，你该准备分泌褪黑激素了，准备睡觉了。哇，所以早上晒太阳其实是在设定晚上的睡觉时间。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才一直强调，早上最好能接触户外的自然光。一定要户外吗？阴天怎么办？阴天也要出去，因为就算是阴天的户外的光线，还是比室内亮非常非常多，那隔着窗户晒呢？效果会差很多。玻璃会挡掉很多关键的光线，所以最好是实际走到户外去。那要晒多久啊？需要一直盯着太阳吗？不用不用，千万不要直视太阳。大概晴天的话，可能2到10分钟就够了。重点是让那个光线进到眼睛里。了解。所以早上用自然光启动身体，那到了晚上呢？光线是不是就要反过来处理？对，你说到重点啦。晚上啊，我们的眼睛对光线会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感。所以这时候，就算是看起来好像不太亮的人造光，特别是那种从天花板照下来的灯，或者是手机、电脑荧幕的蓝光，都很可能会抑制你身体分泌褪黑激素。就是那个帮助睡眠的荷尔蒙。对，那褪黑激素被抑制了，你自然就不容易想睡，或是睡意会延后。特别是在晚上11点到凌晨4点这段时间，影响最大。哇，那晚上用手机追剧不是？对啊，就是很影响睡眠的原因之一。那怎么办？晚上总不能摸黑吧？策略就是，尽量把光线调暗。如果真的需要开灯，最好是用那种低角度的灯，像台灯，然后色调偏暖色、黄红色一点的。避免头顶来的白白蓝蓝的光就对了。没错。啊，还有一个小技巧，傍晚的时候，如果能接触一点点户外的自然光，好像也有助于减缓晚上人造光的影响，哦，傍晚的夕阳也有用。可能有一点帮助。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晚上要暗。啊，对了，那个褪黑激素补充品。很多人在吃诶。对，但是市面上很多剂量其实不太准，
而且是不是真的有长期好处，还有一些疑问。所以，一般会建议先从调整光线这种行为开始，通常更根本也更安全。了解了，所以听起来我们身体对光线的反应真的是一套很精密的设计。对啊，那你刚刚提到这个跟圣经有关，对，这个连结其实蛮有意思的。你看，《创世纪》一开始第1章就讲，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呢，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段我知道，这是创造天地的开始嘛？是啊，但这不只是在讲宇宙怎么来的。你想想，把光暗分开，这其实就是上帝做的第一件区分跟设立秩序的事情。区分昼夜，建立时间的节奏。没错，这个昼夜的规律可以说是上帝为整个世界设定的基础运行模式。没有这个，万物怎么生长，怎么作息？哇，所以上帝创造的昼夜节律，好像就是我们身体里那个生理时钟的，原始设计蓝图。你可以这样想。而且啊，在圣经里面，光这个字不只有物理上的意思哦，还有别的意思。它常常也象征，比如说上帝的真理、圣洁、生命，甚至后来预表耶稣基督，说他是世界的光，可以照亮人心，把黑暗赶走。哦，所以光既是物质基础，也是属灵象征。那圣经里不是也常常提到安息吗？这个跟光暗的节律也有关。当然有关。上帝不只分了昼夜，他还亲自示范，并且命令百姓要6天工作，第7天安息。就是守安息日那个。对，这个安息，首先当然是身体需要休息了，承认我们人是有限的，不能一直转。这很实际。但它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停下来，不只是为了休息，也是为了要纪念那位创造主，学习他的样式，承认说，是上帝在掌管一切。同时也提醒我们，人的价值不是只看你做了多少事，而是因为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好像是把焦点从工作转向上帝。对，是一个转向神、重新得力的时间。最终，这个安息是指向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平安跟满足。哇，这样听起来，我们顺着身体天生的那个对光线的反应，白天需要光，晚上需要暗，好好睡觉，好好休息。这不仅是现代科学告诉我们的健康方法，好像也默默地在呼应圣经里那个要我们顺从上帝创造的秩序，重视安息的精神呢。没错，你可以这样说，这既是关于我们的身体，可能也关乎我们心里的那个平静。这就让我们可以去想一个问题了。既然像光线这么平常，我们可能都不太注意的东西，对啊，都可以这么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对啊，那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是不是还有其他我们一直忽略掉的，微小的线索，其实也一直默默在影响我们的生理，甚至是我们的心理状态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像是我们吃的东西，或是我们听的声音，都有可能。或许我们可以再进一步问自己，我现在的生活作息，我对待白天黑夜的方式，是怎么样在呼应上帝在创造一开始就为我们设计好的这份光与秩序的邀请呢？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好好想一想。没错，这个问题就留给你慢慢思索。